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这两部剧我失眠了，李现的虐，周冬雨的慌，全是看点。深夜的屏幕光映着黑眼圈，手指划过进度条的动作停不下来。最近《长风起》与《海边的秘密》两部悬疑剧，正以截然不同的张力拽着观众的神经。一部让李现在民国乱世里摔碎锦衣玉食，用复仇的利刃剖开人性深渊；一部让周冬雨在法医解剖台旁直面24年执念，被死而复生的阴影逼到崩溃边缘。没有狗血情爱堆砌，没有炫技特效加持，仅凭扎实的叙事与演员的极致演绎，就让无数人甘愿顶着疲惫追至凌晨。长风起，李现的三重虐，是骨头里的破碎与挣扎。若说亲爱的、热爱的里的寒商言是骄阳般的热烈，长风起中的上官成明便是从云端坠入泥沼的残烛。李现用层次分明的表演，把虐字刻进了角色的每一寸肌里。这种虐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，而是命运急转直下时，从身份到灵魂的彻底崩塌。开篇的上官成明是何等风光！江南富商之子，佣人能排3条街。出门的马车堪比豪车，金条堆得像砖头，墙上的古画随便一幅就能买半条街的房子。他在戏园一眼相中唱曲的江飞燕，1月便办起全城瞩目的婚礼。那时的他眼里全是意气风发，连瞎眼老头闯堂喊出娶她必家破人亡的警告，都知当是晦气胡言。李现把这种纨绔的天真演得毫不刻意，嘴角的笑意里藏着为立世事的轻慢，为后续的破碎埋下伏笔。婚礼后的7天，成了上官成明人生的断崖。父亲喝汤时突然栽倒离世，弟弟妹妹放学途中失踪，继母收拾衣物时猝然倒地，3天应验的谶语，把他从蜜罐直接扔进冰窟。李现在这里的表演没有嘶吼式的崩溃，而是用细微的肢体语言传递绝望。冷汗浸透的衣襟，攥紧到发白的指节，面对空荡饭桌时空洞的眼神，把钱再多也留不住人的无力感具象化。这种克制的痛，比声泪俱下更戳人心。寻亲之路的虐，是把骄傲碾碎的凌迟。为了找弟弟妹妹，他卖光金条、古画与祖宅，凑齐10万银元雇人搜寻，自己则天不亮就出门，磨破3双鞋，脚底满是水泡，仍一瘸一拐地奔波。当匿名信指向城外乱葬岗，他光着脚在石子路上狂奔，看到穿仙童服的孩子早已冰凉僵硬时，李现的表演达到高潮，腿一软瘫倒在的，喉咙里像堵着棉花，想抱却不敢碰的手不停颤抖，眼泪憋得眼眶通红却掉不下来。那种极致的悲痛被压抑在胸腔里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窒息般的绝望。最诛心的虐，是复仇路上的自我背叛。破庙寻死时被轮椅上的金不换救下，得知家族惨案是江湘派所为，上官成明跪的磕头求复仇之法。从此他换上破衣烂衫，留长发遮脸，举着算命幡子在街上晃荡，跟着金不换学看相，编瞎话，设圈套，把自己活成了最讨厌的骗子模样。李现精准拿捏了这种转变，以前说话带着少爷的倨傲，如今语调刻意放软，藏着试探；以前眼神坦荡，如今看人时总眯着眼算计。而当金不换笑着揭露一切都是我安排的真相时，他瞳孔骤缩，浑身僵住的反应，把恩人竟是真凶的崩塌感演得入木3分。复仇的刀没刺向敌人，先刺穿了自己的信仰。这部剧的高级之处，在于他的虐不止于命运的残酷，更在于对人性的叩问。上官成明用骗术复仇时的解气与难受，江飞燕作为骗局诱饵却动真心的挣扎，让每个角色都游走在正邪边缘。正如李现所说，当你凝视深渊时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这种带着思辨的虐，
让故事越品越沉重。海边的秘密，周冬雨的慌是藏了24年的恐惧具象化。如果说李现的虐是外放的破碎，周冬雨在海边的秘密里的慌，则是内敛的煎熬，是藏在铁娘子外壳下的惊弓之鸟。她饰演的法医童颜，干这行10年，破了80多起案，面对再惨烈的尸体都面不改色，却在24年后被一个熟悉的身影击垮防线。剧作开篇就立住了童颜的硬，解剖台上精准下刀，面对同事铁娘子的戏称淡然一笑，连谈及陈年凶案都语气平静。周冬雨刻意收敛起以往角色的灵动，用紧绷的肩颈、锐利却冷静的眼神，塑造出专业法医的疏离感。但这种坚硬下藏着裂缝。24年前，他8岁的双胞胎妹妹沈少杰去海边捡贝壳后再也没回来，案子至今未破。周冬雨在回忆戏份里埋下伏笔，提及妹妹时微颤的指尖，翻看旧照片时瞬间柔和的眼神，让这个心硬如石的角色有了软肋。24年后的连环凶案成了捅破裂缝的尖刀，死者的死法与妹妹当年一模一样。更让童颜崩溃的是，监控里出现了一个与沈少杰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。周冬雨在这里的慌演得极具层次感。起初看到监控画面时，握着工具盒的手轻微晃动，以为是眼花后的自我安慰。当画面放大，看清对方的眉眼时，工具盒哐当落地，他猛地后退半步，瞳孔地震，嘴唇抿成直线，却说不出话。这种从错愕到惊悚的转变，把死人复活的冲击感拉满。随着调查深入，周冬雨将童颜的慌拆解成不同维度。面对刑警吕竹的询问，他强装镇定却语无伦次，反复强调不可能是他。手指无意识地摩挲解剖刀的刀柄，这是职业本能与情感冲击的对抗。独自回到当年妹妹失踪的海边，看着海浪拍击礁石，他蹲下身抱紧膝盖，肩膀微微颤抖，没有哭声，却满是绝望，把24年的愧疚与恐惧倾泻而出。当复活的妹妹出现在眼前，他眼神躲闪，不敢直视，既想靠近又怕戳破幻象，那种矛盾的慌乱让观众感同身受。这部剧的妙处在于，童颜的慌不只是个人恐惧，更是对真相的迷茫。妹妹到底是死是活？当年的凶案与如今的连环杀人案有何关联？身边的人是否藏着秘密？周冬雨用眼神传递出这种层层递进的疑惑，出查案时的专注，遇疑点时的审视，见妹妹时的惊惧，让观众跟着她的视角陷入迷局。正如剧集强调的，真相永远在最近的地方，童颜的每一次慌乱都是向真相靠近的震颤。不靠噱头，靠内核。悬疑剧的新打开方式，两部剧能让人熬夜追更，本质在于他们跳出了悬疑剧的套路化表达，没有依赖特效营造惊悚氛围，没有用狗血感情线拖延节奏，而是把重心放在人的故事上。长风起借民国江湘派的骗局，还原英药片揣摩人心、扎飞片装神弄鬼的真实民俗骗术，却不止于防诈科普，而是通过上官成名的蜕变探讨复仇与救赎的较量。海边的秘密用24年悬案串联起两代人的纠葛，不只问谁是凶手，更问受害者是否完全无辜，让悬疑包裹着人性思考。演员的精准演绎更是让故事落地的关键。李现撕掉现男友标签，用增肌15斤的身形与苦练的剑术、话术，完成从富家少爷到复仇骗子的3重蜕变。眼底的恨意与挣扎让角色立得扎实。周冬雨挑战一人分饰两角，一边是冷静法医的克制，一边是神秘妹妹的柔媚。两个角色的反差被他演绎的清晰可辨，连细微的神态差异都藏着戏。加上长风起中吴刚与李现的老狐狸遇小狐狸的对手戏张力。海边的秘密里，彭冠英饰演的刑警与周冬雨的默契配合，
让每一场对手戏都充满看点。熬夜追完更新的深夜，关上屏幕仍会回味，上官成明复仇的刀最终会指向谁？童颜与妹妹的真相究竟藏着怎样的阴谋？李现的虐与周冬雨的慌，本质上都是普通人在命运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。这种能让人失眠的好剧，从来不是靠情节刺激留住观众，而是用真实的人性力量，让每个熬夜的瞬间都变得值得。喜欢这两部剧的小伙伴们，收藏、点赞加关注哦！